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OK，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AI， 你可能绝对已经听到腻了，对吧？但我们今天不只谈技术，我们要从一位台湾 AI 先驱简立峰博士的视角来重新拆解这场全球性的革命。我们会一起走一趟 AI 的时光隧道。首先呢，来看看 AI 是怎么熬过那几乎被人遗忘的40年寒冬。接着，重点来了，我们会找出点燃这场革命的3把关键钥匙，这部分你一定要听懂。再来，我们会一窥 AI 的终极形态，也就是通用人工智慧 AGI 到底离我们多远。然后我们会把视角拉到全球，看看在这场新世界战场中，台湾的独特位置在哪里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我们会来探讨，面对这一切，台湾的下一步棋到底该怎么下。好，准备好了呢？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。好，第一部分我们来聊聊 AI 的40年长冬。现在我们看 ChatGPT 好像什么都会，无所不能，感觉 AI 就像个横空出世的天才，对吧？但其实很难想象，在它这么光鲜亮丽的登场之前，是一段长达40年的几乎被整个学术界给遗忘的黑暗时期。这真的是一群科学家在一个几乎没有光的地方，硬是靠着信念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路。这句话真的太经典，也太真实了。你听听看，30多年前，1993年，简立峰博士决定要投入语言模型这个领域的时候，他跟同事开玩笑说：“我要选一个永远都做不出来的题目，这样我才能在中研院安安稳稳地待一辈子。”你听，这表面上像个自嘲的玩笑，但它背后其实是个血淋淋的现实。在那个年代，几乎没有人相信电脑能真正搞懂人类复杂又充满模糊地带的语言。这在学术界根本就是冷宫中的冷宫，谁碰神倒霉。我们把时间轴拉开，你就会看得更清楚这40年有多漫长。早在1985年，台湾其实就掀起过一波 AI 狂热，政府还投入了国家级的计划。但那个热潮真的很快就退了，就像蛋挞一样。8年之后，也就是1993年，简博士才开始他那个被大家看衰的冷门研究。又过了10几年，一直到2006年，他加入了 Google， 才第一次亲眼见证到过去那些学术理论碰上网络时代的巨量资料，哇，那个火花有多惊人。但即便如此，从那一刻到2023年 ChatGPT 引爆全球，中间又是一个漫长的17年。你算算看，整整40年的等待，这就是 AI 的漫长寒冬。这中间有多少科学家失望、转行、放弃，我们真的无法想象。好，问题来了，既然冬天这么长这么冷，那到底是谁点燃了火苗，让春天终于到来？重点来了，过去10几年，有3把关键的钥匙，一把接着一把的出现，最终才打开了这场 AI 革命的大门。接下来这部分超级重要，我们会一把一把钥匙来拆解，让你彻底搞懂 AI 的底层逻辑。第一把钥匙也是最重要的燃料，大数据 Big Data。 简博士分享说，他进 Google 做的第一个专案就是 Google 翻译。他当时才突然恍然大悟，说以前在学术界大家吵了半天的各种复杂演算法，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大家都饿着肚子在打架，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验证。这就像你想教一个孩子全世界的知识，结果却只给他一本小小的字典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但网络出现后，等于是给了 AI 一整座国家图书馆，甚至是全世界的图书馆。当资料量大到一个程度，就算你用最笨的统计方法，它的效果都远远超过过去那些设计的非常精巧，但却没米下锅的理论。所以你记住，大数据就是 AI 的石油，没有它，再强的引擎都只是一堆废铁。好，第2把钥匙，词嵌入 Word Embedding。这个概念真的超酷，你一定要听懂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在自己的大脑中画了一张超级巨大的概念星图，在这张图上，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词汇。电脑本来很笨，它不知道猫和 cat 有什么关系，对它来说就是2个不同的符号。
但是在读了网络上几亿篇文章之后，他发现，奇怪，猫这个词周围总是跟着爪子、毛茸茸、喵这些星星，然后 cat 这个词周围也跟着几乎一模一样的星星。于是他就学会了在这张巨大的星图上，把猫和 cat 这两颗星星放得非常非常近。他为全世界所有语言的词汇都做了这件事，最终创造出一个跨越语言的概念宇宙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中文问 ChatGPT 一个专业问题，它能用全球的英文资料库来回答你，因为在它的世界里，语言只是外在的标签，底层的概念是完全相通的。最后这把钥匙就是那临门一脚，也是 GPT 的 T 所代表的 Transformer 架构。如果说词嵌入让 AI 看懂了单字，那 Transformer 就让 AI 看懂了整本书。它的核心武器叫做注意力机制 Attention， 这就像给 AI 一支智慧荧光笔。当它在读一篇超级长的文章时，它会自动判断说，第一段提到的这个人名跟最后一段发生的这个事件有高度的关联，然后它就把这两个地方自己画上重点。它能无视距离，抓住整篇文章的真正命脉。你想想，我们自己看一本很厚的小说，看到后面可能都忘了开头埋的伏笔，但 AI 记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你看，大数据当燃料，词嵌入当作翻译星图， Transformer 当作超级大脑，这三位一体才终于点燃了这场革命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既然 AI 已经这么厉害了，那它的未来，它的终局会是什么样子？OpenAI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通用人工智慧，也就是 AGI， 并且规划了5个发展阶段。这就像一个能力金字塔，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AI 是怎么样从一个我们现在玩的聊天机器人，一步一步进化到未来那个可能会改变世界的超级决策者。我们来一层一层往上爬。第一层 Chat 聊天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 ChatGPT， 基本上已经达成了。第二层 Reasoning 推理，这就像你对 AI 下指令说深呼吸，先想3秒钟再回答我，它会先产生草稿，然后自我批判修正，最后给出的答案品质就会大幅提升。第三层 Agent 代理人，从这一层开始就有点科幻了。你不再只是问他问题，而是直接命令他帮我规划下礼拜去东京的5天4夜自由行，预算3万块，要订好机票跟饭店，而且要避开人挤人的观光景点。然后他就会自己上网搜寻、比价、下订单，把所有事情搞定。第四层 Innovator 创新者，这就进入了非人类的领域了。最好的例子就是 AlphaFold，它成功预测了蛋白质的3D 结构，直接解决了困扰生物学家长达50年的难题，这是诺贝尔奖等级的贡献。那金字塔的最顶端，第5层 Decision Maker 决策者，到了这个阶段 ，AI 能像一个顶尖的 CEO 一样，为一家跨国公司决定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，甚至是为一个国家提供国防或经济的总体战略。这就是 AGI 的终极样貌。哇，听起来 AI 是不是快要统治世界了？但先别急着焦虑，简博士特别点出了 AI 目前一个巨大无比的罩门，它完全不懂物理世界，它的所有知识都来自网络上的文字，它没有身体。一个2岁的小孩都知道球放在斜坡上会滚下去，滚烫的开水会烫手，但 ChatGPT 不知道，因为网络上没有人会特别去写开水是热的这种废话。这就像一个老师傅在修水管，很多手感和诀窍是所谓的隐性知识，你没办法写成 SOP， 只能在旁边跟着做，跟着学。这些无法被文字化的知识，就是人类目前还握有的王牌，也是 AI 最大的盲点。好，了解了 AI 的能力和它的极限之后，我们把镜头拉到最高，从全球的格局来看。当这个强大的新物种降临地球，世界的权力地图和产业的游戏规则正在被怎么样暴力的改写，而台湾又身在整个风暴的哪个位置？现在的局势其实非常清楚，
台面上是一场看得见的战争，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AI 霸权争夺战。简博士说，这就是21世纪的核武竞赛，谁先掌握了 AGI， 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话语权，而且赢家很可能不会把这个技术分享给别人。但台面下有一座看不见的军火库，而这座军火库就是台湾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的战争打的其实是算力，而算力的心脏就是晶片。美国有全世界最顶尖的软体大脑 ，OpenAI、Google 都在那里，但它没有办法自己制造这颗大脑的身体。而台湾正好就掌握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硬体制造能力。这个独特的位置就让台湾成了这场 AI 冷战中任何一方都绕不开的关键角色。这场战争不只发生在国与国之间，它很快就会打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里。我们刚刚提到，当 AI 进化到代理人阶段，很多事情都会彻底改变。你想象一下，以后你买东西可能再也不会打开 Momo 或 PCH On 的 APP， 而是直接对着手机说，帮我找一台 CP 值最高、送货最快、评价最好的吸尘器。AI 会直接帮你比价下单，这些电商平台就这样被跳过了。你看新闻也是， Google 会直接生成一份完整的摘要给你，你根本不需要点进任何新闻网站。这就是所谓的零点级经济。那媒体跟内容创作者的广告收入可能会瞬间蒸发。房仲、理专、律师助理，基本上所有靠着处理资讯赚取资讯差来获利的白领工作，都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风暴就要来了，而且我们就身在暴风中心。那台湾到底该怎么办？接下来这个部分，我们就来看看简立峰博士为台湾开出的战略药方，这也是今天最重要的部分。台湾的优势很明显，就是半导体，但我们的劣势也同样致命，就是大家听到耳朵都长茧的五缺：缺地、缺水、缺电、缺工，而且最关键的是缺人才。你知道吗？盖一座最先进的晶圆厂，它消耗的水跟电几乎跟一个小城市一样多。那台湾这座小岛资源有限，我们还能再盖几座？当我们的资源已经逼近极限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维持现在的优势，甚至是更上一层楼？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简博士提出的核心战略其实很清楚，就是8个字：硬的出国，软的留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最消耗土地、水电资源的晶圆厂勇敢地盖到全世界去，却用美国的地、日本的水、德国的电。但是最高价值、最核心的那个大脑一定要留在台湾，也就是软体开发、IC 设计、前瞻研发，以及能够远端遥控这些全球工厂的管理中枢。我们要从过去的 Made in Taiwan 在台湾制造，升级成用软体和智慧定义全球的 Made by Taiwan 由台湾创造。为什么我们非得走出去不可？你看这个数字 50%， 这是韩国三星集团非韩国籍员工的惊人比例。你没听错，他们有一半的员工都不是韩国人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世界级的企业本来就应该要用世界级的人才。台湾一年才多少相关科系的毕业生？如果我们的护国神山只能在自己家里找人找资源，那不用等别人来竞争，我们自己就先萎缩了。所以全球化布局对台湾来说，它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，而是唯一的活路。最后，我想用简博士这句非常有力量的话来做个小结。他说，台积电要救自己，要救台湾，就必须成为世界的台积电。这句话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转变。全球化不是要把台湾掏空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解决台湾自身的发展瓶颈，并且把台湾的影响力真正的辐射到全世界。这才是台湾在 AI 这个新时代下能够继续生存并且茁壮的关键之道。好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一， AI 的崛起并不是一夕之间的魔法，而是经历了40年的漫长寒冬，最终由大数据、磁切入和 Transformer 这3把钥匙才得以引爆。第二， AI 正朝着 AGI 的5个阶段进化，未来将从工具变成代理人，甚至决策者，这将颠覆许多产业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
在这场全球变局中，台湾的未来不在于死守着岛内的硬体优势，而在于勇敢地走向世界，让硬体出国，软体留守，成为全球 AI 生态系中那个无可取代的软体大脑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